小玩家们，今天要来盘点5间曼谷的青年旅宿。无论你是追求交通便利、渴望独特氛围、向往河畔悠闲时光、体验像家的温馨体验，或是网红打卡氛围，跟我们一起来开箱曼谷青旅的天花板啊！记得看到最后哦。年轻时，我和薛仁每次出国的时候啊，总是选择住饭店，那也没想过说要住青年旅馆。就觉得住青旅啊会很不习惯，很担心是否安全，以及为什么要折磨自己睡在一个小小的床上呢？然而这次云流啊决定尝试不同的体验，选择了5间青旅啊，但也因为这次不同的经历带给我不少的体验跟感触。入住期间巧遇专注当下的画家，可爱的毛孩，大自然的小精灵，各地的旅客。有人享受自制早餐的当下，还有泰国当地人亲切的问候，这些都是意想不到却会留在心中一辈子的难忘回忆。现在在一间青旅，它叫做暹罗生态旅馆。然后啊，我刚来的时候，接待人员其实非常热情，他会一些简单的英文，大概跟你讲一下一些 check in 的流程。他这一间一样是没有电梯的，所以你今天如果提太重的行李的话，请男朋友或是老公拿吧，因为提上来真的会蛮累的。我刚才提上来就稍微喘了一下，不过它的交通真的非常非常的便利。为什么呢？因为它离 BTS 不到1分钟，离机场线不到5分钟的路程啊，各位非常适合当成你入境的第一个青旅，或是你要出境前的最后一个青旅，因为就是也可以让你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再准备下一个行程。刚才查了一下，方圆大概3到400公尺哦。竟然有4到5间的 7， 所以非常的便利。再来整洁度的部分，因为我刚刚一进来，因为我对整洁非常非常的要求，所以刚一进来看一下地板，看一下床 ，great， 没有任何的毛发或者是一些脏物。包含它的窗户也稍微看了一下，偷瞄了一下，还 OK 啦。员工超热情的啦，虽然自己英文不是很好，但还是鼓起勇气问一下老板，附近有什么好吃的。I have a question. Would you recommend any local cuisine for Taiwanese? Takana is not. This is like a big junction. So Siam Eco Hotel. So we are here. This corner. Yes. And if you cross the road to the other side. Yes. It's amazing. So you can go and walk around. There's so many tourists all the time. 员工主要推荐的是这间面店的冬阴功大龙虾面，要价1500块泰铢。就是它这间很特别，它是在有点像是一个十字路口的交界处，所以你那个窗户一拉开啊，你就可以直接看到街景。好，那这边有一些 tips 也要跟大家注意一下。第一个就是它的毛巾是需要租借的，所以你要给它20块的泰铢。第二个就是它是没有房卡的，所以你在 check in 的时候，这个柜台人会跟你要求4位数的数字，以及加上一个井号，就是你入门的密码。置物柜啊，其实我会觉得，如果你今天是20寸的行李的话，应该是放不下，因为大概只能放我包包或是那种登机箱，因为它的置物柜并不是很大。然后我觉得很好是它也有提供厨房，厨房有餐具、冰箱，甚至有咖啡茶，这些你都可以拿来泡。然后我觉得就是你可以买东西来啊，然后稍微料理一下，它也有微波炉料理，可以在这边享受晚餐或者午餐等。那这间我真的觉得 CP 值非常高，交通便利，因为它离暹罗百丽宫、暹罗探索或者暹罗购物中心，然后离机场快线、离 BTS 都非常很近。它的便利性啊，以它的整洁度来讲，这间算 CP 值很高，因为刚刚看它的厕所，甚至它的房间的打扫清洁度，我觉得还不错，而且接待人员非常的有耐心、有热情。这间还蛮推的，所以如果今天有机会来曼谷，这间在Agoda不到500块，你还要等什么？浴室的部分啊，普普通通，但有时候会觉得热水比较不太稳定，所以想要洗热水的人可能要斟酌一下。然后顶楼啊有洗衣机、烘衣机，旁边就是晾晒的地方。此外啊，也提供简便的早餐，像麦片跟饮料，还有牛奶。我实在太想喝咖啡冻牛奶，所以我刚才在网络上搜寻一下，竟然有人告诉我可以在 Seven 自制咖啡冻牛奶，所以我就买了3样东西，一个是明治的咖啡牛奶，一个是仙草冻奶茶，再加上我用 Seven 的冰块把它和合在一起。
哇，满满的一杯，这只要55块泰铢，而且它冰块超多了，喝一下好不好？其实味道还不错哎，我一直以为可能色素味或者是会死甜。我刚才吃一下它仙草冻，还蛮 Q 的，是有嚼劲的，不是说你一咬就烂。因为我翻到这样自己自制，我觉得我可能回台湾会想念这个味道。来，河景第一排优质美户，投资自住2相赢。我今天不是要推销房子，我是来跟大家介绍旅店的。2比青年旅馆就在招比耶河旁。我当初就是想来欣赏河景。假如你计划隔天参观大皇宫和玉佛寺，这里是理想的住宿地点，距离码头很近，可以乘坐渡轮前往这些著名的历史和文化景点。肚子饿了，或是想体验一下不同的泰式风格的夜市，旅店步行即可到达充满中式风格的唐人街，是品味地道美食的好地方。嗨，各位大家早，这间旅店应该是我晚上唯一不想睡觉的，因为它的顶楼就可以直接看到外面的湄南河，非常的惬意。我觉得它这间旅店真的蛮特别，它旁边是酒吧跟咖啡厅合体在一起，所以你可以晚上可能吃饱饭，你逛完 Terminal 21或是 Central World 的时候，你可以回到你的旅店，然后点一杯酒，然后一杯咖啡，好好在这边享受这个很 chill 的气氛。我住下来会有几点心得想跟大家做分享，因为它的房价是真的蛮便宜，一晚不到500块台币。但是它的周遭附近是比较属于旧的老城区，还不错的点就是晚上如果你住唐人街夜市就在旁边，所以你可以直接的就地取材，然后买了一些晚餐，来到这边坐在上面享受这个河畔的风景，吃晚餐超级棒的。你不用花钱到外面去订那个很贵的河边餐厅，你在这边没有人赶你，然后你想喝什么就喝什么，想跟你的亲朋好友聊什么就聊什么。我昨天住的是8人混合房，只是我觉得有一点点比较不好，是因为我的房间它是没有对外窗的，有一些人就把一些衣服洗干净的，然后晾在房间里面。其实我刚刚走进去的时候，那个房间是会有一点点的味道的，但是它的床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干净。然后比较可惜的是，因为我是住在上层，有一点麻烦的是，因为它的下层跟上层的距离非常的高，所以我在爬上去，连我是男生我都觉得有一点点吃力。那另外就是因为它的上层其实是没有置物柜的，它的置物柜是在最下层，所以说你要拿东西的话，你就必须要到下层去拿，你就没办法到上层就直接去拿。像我有些之前住的其他青旅是，你可以直接打开后面的置物柜，然后拿取你要的东西，相对会比较方便一点。然后有几点要提醒第一个就是没有提供毛巾的，所以你必须还是要向柜台租借，然后租借一次是20块泰铢。另外他也没有提供密码锁，所以我就直接向他借了一个柜子，就是这个柜子也要100块泰铢。他也没有洗衣机跟烘干机，所以你今天衣服上，如果你可能要换洗的话，这个你可能要特别留意。旅馆是由老公寓改建而成，没有电梯，对于携带行李较多的旅客可能会不太方便哦。这间旅店距离 MRT 的捷运站大概要步行15分钟的路程，中间会穿插过唐人街区。如果不想步行的话，会建议搭嘟嘟车前往，会更加的便捷。还有一个重点，我觉得可惜的，旅店不提供早餐，要住客自行解决早餐的问题。此外浴室会有一点点积水，哎呦，我洗澡的时候洗到想说，怎么水慢慢淹上来了？而且它的排水孔其实会有一点点的异味，所以在清洁卫生来讲，我觉得没有到这么的 OK。One Window House 是一个高 CP 值、舒适又方便的住宿选择。青旅的装潢结合了复古和现代的元素，非常有特色。柜台人员和善，交易厅可以点餐，让你有家的感觉。这里的 CP 值超高。入住的第一天居然遇到一个支线任务，就是这个旅店竟然在办泰式意大利面体验的活动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非常多的旅客聚集在交易厅，员工准备了一些食材，准备要烹饪，教大家怎么去做泰式意大利面。因为会觉得说这边的社交的气氛非常的浓厚，
到处都是笑声、音乐声以及欢乐的交谈声，所以你在当下的时候会觉得那个氛围真的是在饭店可能是你体会不到的感受。所以我第一天来的时候，其实心情已经非常非常的愉悦了，因为这个是我在台湾或是在我以前的职场上很少听到这样的一个很纯真、很欢乐的一个气氛。Hostel 这边住大概5到6天，第一个我觉得它环境其实是保持得非常整洁的，然后房间啊冷气真的超凉的，你晚上一定要去盖被子或者是穿外套或者穿比较保暖一点的衣服，不然真的会感冒。他也没有准备水，所以今天是要自己去附近的 Seven 啊，或者是你从旅程中回来的时候，都带一罐大罐的水。像他这在泰国的超市买水真的非常非常便宜，例如像我买已经接近1公升多的水，大概才14块泰铢而已。这间旅店呢，还有一个很棒部分。它不到500块台币，但是它竟然有包含早餐。那早餐呢，有一些面包、有麦片、有牛奶、有果汁、有水果，以及有咖啡、茶等等这些饮品。如果你今天是独旅的话，如果没有很讲求说你一定要多美味，那我觉得你可以在这边吃一个简单的早餐，也可以让你整天的心情保持非常的愉悦。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是住4个人一间的，是男女混合的。上面有一间嘛，然后我是睡下面这一间，所以住在上面的人他就会从这边走上去，有点一个小阁楼一样，这样走上去，然后他就会到上面这一层。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说，它上面有小台灯，然后置衣架以及枕头、棉被等等，然后它旁边有拉帘。拉帘一拉上去的时候就会隔光，也有提供置物柜，可以放进登机箱或者是小件的行李。另外啊，如果各位小玩家有机会住在青旅的话，我会建议你一定要戴耳塞。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晚上啊，你会遇到有一些人是11、2点才开始check in，或是凌晨都有可能。所以我常常有时候会被吵到，我就会把耳塞戴起来，就是你希望也可以睡个好觉。然后另外啊，因为青旅像它这间青旅，它的冷气啊是统一控制温度的，所以建议带个外套，不然你晚上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冷。附近就有一个菜市场。市场内的食物啊，便宜又美味，琳琅满目的泰式料理啊，你看了真的会非常心动。短时间呢，你会很想全部都给他点一轮来吃看看。而且奇妙的是，这个不起眼的市场，很多外国人都会来这边吃饭。觉得旁边这一家跟这一家2间比起来，我觉得它的分量是蛮多的，可是我觉得它的调味没有那么好，而且它的用餐环境其实没有这么的舒服，所以我后来选了这一间，因为它这间第一个它有冷气，第二个就是它的用餐环境比较好，然后第三个就是我觉得它的服务态度也是还不错，就不会说好像很商业化，硬要把你拦进来，就是让你吃饭这样。我点了浓郁的黄咖喱猪肉烩饭，以及带点酸辣味的冬阴功面，真的是便宜实惠，味道又非常的足够。来吃了好几天，价格虽然便宜，但是给料不手软哦。在这间旅社啊，我觉得很特别的是，附近临近一个印度的庙，所以它附近有很多印度的餐厅、波斯的餐厅，甚至是还有缅甸菜。你想要尝鲜的话，这附近的餐厅我觉得都可以吃一下。甚至我刚才去的市场，就是它那个也有卖那个传统的泰式料理，也都蛮好吃的。这次来泰国啊，我都会犯一个错，就是我会误以为图片上的分量可能很小，所以我都习惯性点个2份，但他没想到我每次吃啊，他每一份量都超大。你来啊，你就抱持着说这边其实是 CP 值很高，然后分量很大，不用点到2份，1份，然后一个小配菜或一个小甜点，你就可以吃很饱。最后一间田 Studio 位于市中心，旅店视觉设计极具魅力，旁边的咖啡厅或是公共区域都是拍照的好景点。简直是网美们的天堂，但这里的社交活动稍微少了一点。另外啊，它位于曼谷著名的夜生活区
如果你喜欢夜生活，那这边绝对适合你哦。好的，我住在这间田 Studio 3晚，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间在 Agoda 上1晚平均不到500块台币，适不适合真的来这边独旅？结论是没有到很推荐，原因是以下：第一点，整个房间的隔音效果我觉得没有到特别的好，原因是因为它的门禁门啊，或者是说它的内门都会发出很大声响，包含你可能睡在你的胶囊舱里面，那上面的拉帘其实一拉那个声音其实都听得到。那第二点，我觉得有可能是他们人力上比较不足，所以在卫生间，因为它的像我住在3楼嘛，它卫生间只有一个，可是它的整洁啊，你其实看得出来它没有特别的用心，因为像琉璃台上面还是会有一些的毛发跟有一些的脏污，这是我这3天住下来心得。第3个，房间内的地板没有很宽敞，独旅的时候我要放行李，我可能要放在地上去整理我的行李，或者是拿一些东西的时候，胶囊舱跟它的储物柜之间的距离，我觉得没有到很宽。比较可惜的是，因为它是标榜是它旁边有一间咖啡厅，大家可以看旁边有一间咖啡厅，可是啊，我刚才看了一下它的规定是，你要必须有消费，你才可以进去住。所以我前1、2天就是在这边喝了一下咖啡，享受一下这边很 chill 的氛围。那我觉得也比较可惜，说都在这边住宿了，如果你享受咖啡，可能有一些coupon券啊，你可以来这边做消费，那你可能会觉得稍微还会有一点点的划算，你可以享受一下住宿的独旅的感受啊，你也可以在这边喝咖啡，少了一个连结，少了一个coupon券感觉，我觉得这是可以再加强的。所以我会建议小玩家，如果你今天来到曼谷，可以来这边喝咖啡最好，没有一定来这边住宿，因为我相信曼谷这么多地方，一定还有很多很优质的住宿空间跟品质。不过啊，有一点值得肯定，就是泰国人他们都非常的热情友善，而且愿意协助你。只是可能在硬体的设施啊这边上比较有点美中不足，但是在软体在人员的服务上，我还是给满分的。门禁、置物柜以及电源启动都是以房卡为主。室内的设计啊，走工业风，简洁明亮。也有厨房、餐具等等，也一应俱全。我这次是住8人混合的一间房，以男生为主。房间虽小，但是插头、置衣架、置物空间以及有智慧电视，一应俱全。我今天来到一个我非常期待的群里，为什么非常期待？我在来台湾之前，其实我就做非常多功课。这间呢，在网上评价非常的好，整体的规划、造景，包含它的家具、地板，包含它的灯光，不可思议。好，先让大家猜，大家觉得啊，这间一定可能超贵，没有，因为我今天来是独旅，它不到1000块台币就可以住在这个。我已经觉得不可思议的情侣，因为上一次我是住在暹罗站那边，它的环境比较嘈杂一点，因为是靠近大马路。这次来到有点像是小巷弄里面的情侣，整个饭店外面有一大片的绿色植被铺盖在上面，你从内部喝咖啡、看书，在往外面看的时候，超有 feel。我大概坐了1个下午吧，好好看书，非常多旅客。或是来这边喝咖啡的人来这边造访，它这间很特别，旁边是咖啡店，你可以点杯咖啡，在它旅宿内好好chill一下。而且我今天很幸运的遇到他们的绘画体验，发现到有非常多人在旁边绘画，他们不用上班吗？怎么在这边画画？我没有想到这么小的一个地方，但是会让我整个身心灵一定获得提升的。这件非常推荐给大家，因为我觉得它整体的气氛是让我觉得营造到非常的到位，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机会来曼谷啊，这间真的不妨来一探，我觉得不会让各位后悔的。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因为刚好忘记带到手头，
所以我赶快跟柜台借锁，因为不然我有一些手提行李啊没办法放在柜子里面，没办法锁起来，这点是我自己是疏忽到了。如果说大家之后如果有单独来青旅的话，这一点还是要帮我注意一下。我这次是住8个人混合的一间房，房间内啊有对外窗，所以阳光洒落下来的时候，室内是非常的明亮整洁。那我刚才稍微看了一下附近，它这边离 MRT 地铁站也大概只要5分钟的路程。那附近呢也有接近唐人街夜市，有一些餐厅也在附近。真的是 Seven 大概也要走5到10分钟，那也还好，大概有2、3间在附近，所以我觉得它的交通机能是有一点点中等啊，没有到特别好。然后它离市区稍微偏远一点，因为前几天我就住在暹罗站附近，那个青旅真的会让你觉得有一点点吵，所以我想说好好的放松，然后好好把握一下当下的氛围，就选了这间青旅。这间青旅是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而且是我觉得我这几天住下来是非常有一致性，你会觉得你不想离开这房间，你不想离开这旅店。夕阳余晖洋溢着整个画布，画布手中的画笔如同引领色彩之魂，在纸上流转，翩翩起舞。调色盘上的颜料啊，在光影交织下熠熠生辉，笔触间尽显日落无尽的视觉魅力。早上的时候啊，旅店有准备蛋、吐司、果酱，这时候就可以发挥你的厨艺，自制早餐。那学人煎蛋煎得好过瘾啊！事后回想起来，这样的一个像在家里煮饭的体验啊，真的是非常的难得。再搭配上这样的氛围，我觉得早餐好不好吃是其次的，重点是跟谁在一起，以及当下的氛围加起来，才是人生中最值得留念的一件事情。有趣的是 ，Sharon 察觉到旁边竟然有按摩小店，立马跟我说要去体验看看。除了临近旅店旁的按摩小店之外啊，有不到50公尺还有另外一间哦。在这里可以暂离尘嚣，放慢脚步，静心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慢慢品尝每一口食物，欣赏窗外的风景，与新朋友畅谈理想。在这样的时光中，重新找回当下的喜悦与自在。我一共在这边待了快10天，每一天我觉得都是老天给我最好的祝福与幸运，因为我非常享受当下。旅店1楼几乎没有任何人，所以我一早就下来先看书，然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间旅店呢，真的是我来了曼谷这么多天最推荐，一定要来。其他间我觉得你不用考虑了，除非你有交通上的需求，真的可以好好享受一下这个青旅给你带来的 feel。这几天基本上有时间，我就是窝在青旅，好好享受这边当下，很放松，然后他的音乐都放的，有时候会放让你觉得沉醉在其中，所以我觉得这间旅店真的非常的超值，它的价格真的不贵，我觉得花点小小的钱，但能享受到这样的一个服务品质，或者是它的环境的氛围，我觉得已经够值得了。住宿的期间啊，发生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店内的毛孩啊，竟然跑去对面叼了一罐饮料。就把这罐饮料叼给了后面的工作人员，真的是可爱爆表啊！总结此次的入住资讯，我会建议小玩家们看完我的影片，依照自己的行程规划，选择适合的旅店。最后想跟小玩家们分享的是，有时候换不同的角度去体验旅程，也可以感受到一些新鲜感。这次啊入住的这5间旅宿，硬体啊是其次，
你当下感受到的氛围以及与人互动的感觉，才是你回台湾之后最难忘的回忆。我们是创世小夫妻，下次见哦，拜拜。